在12月29号，印度媒体《欧亚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将看到俄罗斯的丑恶嘴脸》的文章。该文章指出，如果中印之间走向不可逆的局面，印度人将看到自己曾经信赖的盟友最丑陋的一幕，他们将会坚定地站在中国一侧，而不是常年采购俄罗斯军备的印度一侧。而且随着喜马拉雅山脉局势的僵持，这一点正在显得尤为明显。文章认为，原定于12月23号的印俄峰会被俄罗斯单方面取消，这是自召开20年来的第一次。而在之前，中国与巴基斯坦在结束为期1个月的联合军演之后，俄罗斯方面也表示将致力于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这些消息对于印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挫败。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德里在近几年不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靠拢，印度国内舆论上对于俄罗斯的评价也开始逐渐走向负面化，而且很多原本是印度人自己的问题却被强行甩锅给了俄罗斯。最典型的莫过于坠机和打败仗这两件事情了。以坠机来说，通常出现坠机，要么是后勤维护问题，机械出现问题，要么是飞行员驾驶操作失误，要么就是空中出现意外，比如撞鸟。但印度人可不这么想，别看印度网民经常讽刺自家的印度斯坦航空是每次维护完战机手里多出一把零件的能力，但是只要出了事情，那责任可就是甩得一干二净。加上虽然印度军备号称万国牌，但是核心主力装备依旧是选择俄系。战机方面虽然有幻影2000存在，但是大多数还是俄系，这就导致西方媒体动不动就开始带节奏，印度被俄罗斯的劣质飞机坑了，俄系战机才是印度坠机的主要原因。一来二去，印度国内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开始转变。讽刺的是，印度也不想想自己过去干的蠢事，却认为俄罗斯先背叛了印度。有分析人士认为，印度新德里当局为了彰显自己的国际地位，经常将客套性的言辞当真，俄美欧等不过是为了更好控制印度的军火市场，而后两者甚至还想要印度为自己卖命的拖延中国发展的脚步。印度却听了几句好话就把对方当作盟友了，或者说对内宣传提升了影响力。实际上从近些年来，印度就一改早期的两面逢源政策，不断疏远俄罗斯，亲近美国，是为了美国的吹捧，甘愿的担当反华急先锋。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是印度先背叛了俄罗斯。外网上制造各类假新闻黑中国的集团中，除了弯弯就要数印度了。据印媒报道，印度陆军航空兵决定紧急采购200架俄罗斯卡莫夫设计局的卡 226T 轻型直升机。当然，此前印度希望能获得更多的俄罗斯直升机技术，甚至在印度进行合资生产。但是双方关于生产的细节问题依然在扯皮。印度陆军目前非常缺直升机，其高原运输的主力直升机依然是印度豹直升机和 SA316 云雀直升机。这种钢管骨架式的直升机简直就像活化石一样，亟待更新。印度一直希望国产化的 ALH 北极星直升机能接替这些老机型，但印度制造的拖沓和质量问题一直举世闻名。ALH 已经有20架坠毁，不负印度斯坦坠机厂家之名。印度陆军一直非常重视直升机的运用，因为在缺乏基建的高原地区，直升机有时候是印度陆军后勤的唯一依赖。由于极为轻巧，印度豹和云雀可以飞上1万米的高空。由于实在太小了，该机只能携带几十公斤的物资，但这点物资对于边境上执勤的士兵而言依然十分重要，所以印度豹直升机也是一直在用，一直在衰，目前已经衰了一半。也许会有人问，印度陆军没有更大的直升机了吗？还真没有，按照分配，5吨以上的直升机全部归空军所有，包括米17和支努干。这牵扯到双方军种竞争的问题，毕竟印度3军是各自独立运营的，所以说白了，印度大量依赖轻型直升机的原因就是为了高原地区，而且不是作战，就是单纯的后勤任务。而众所周知，这种任务在对面的中国陆军中基本已经交由无人机负责的活。印度花费的巨资购买国产甚至衰机，其任务无非就是往高原哨所运点粮食、油料，送个军官、接个伤员什么的，跟作战任务其实没多少关系。毫无疑问，使用无人机会更为便捷安全，但很轴的印度人死扛在了轻型直升机上，却由于自己工业实力不行，最终耗费了时间和金钱，却没有拿出成果。卡 226T LUH 轻型直升机的交易最初是在普京在2014年12月访问印度期间宣布的，随后双方成立了 IRHL 合资企业，交易订单包括直接进口60架直升机，组装40架直升机，保留追加另外100架的订单，其中印度国产部件的比例将逐步增加，其中135架卡 226T 用于印度陆军，65架用于印度空军。但是在过去的6年中，双方对于这份合同似乎也出现了不可逾越的分歧。然后可笑的问题出现了，140架本地生产的直升机的单位成本将是60架俄罗斯生产原产机的近1倍。尽管印度与莫斯科建立了长达60年的军贸关系，但与直接进口和许可制造的设备相比，巨大的价格差异仍然存在。
CAG 透露，国防部在2002年对本地建造140、苏30 MKI 的总成本为49.1亿美元，但此后不久几乎翻了一番，达到81.7亿美元。其实人才的匮乏、工作的不负责、官员的腐败和利益争夺，都导致其国有企业问题重重。这或许才是印度始终军事建设落后的真正原因。但印度又不得不购买俄罗斯武器装备，只能认栽。12月28日，网上传出卫星图片，在印度北方邦的特里舒尔空军基地内，有一架苍鹭无人机出现在跑道上。该空军基地距离中印边境只有250多公里。印度在此部署苍鹭无人机，应该是为了监视中国的兵力和武器部署情况。作为一款无人侦察机，苍鹭的侦察装备也是非常专业的。它装有红外线热成像仪、机载地面监视系统、通信情报系统、电子情报系统和多种雷达系统，可以执行实时监视、电子侦察和干扰、海上巡逻等各种任务。不得不承认，苍鹭无人机确实是一款比较先进、实用的无人侦察机。在2008到2009年的加沙战争时，以色列就曾经用苍鹭无人机对加沙地带进行侦察，为以色列空军和地面部队提供了重要的作战信息。最终，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大获全胜，苍鹭无人机的销量也开始暴增。除了印度之外，大部分购买了苍鹭无人机的国家，对于这款无人机的使用效果都是比较满意的。例如，德国在阿富汗和马里战场上都曾经长时间使用苍鹭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基本上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款在其他国家表现都比较好的无人机，到了印度之后却是接二连三的坠毁。从2013年到2018年，印度一直保持着每年坠毁一架苍鹭的稳定记录。其中2017年12月坠毁的一架苍鹭无人机，还是在侵入我国领空时坠毁的。虽然根据印度方面的说法，这架无人机是与地面控制站失去联系后才误入我国领空，但实际情况很可能相反。这架无人机可能原本就是准备到我国境内侦察情报的，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架无人机在我国境内与印度的地面控制站失去了联系，最终坠毁。印度偷鸡不成，反而让我国得到了无人机残骸，可以说是十分慷慨了。看到苍鹭无人机在印度的辉煌战绩，大家想必是已经对印度放心了。毕竟无人机摔一架少一架，印度恐怕也不敢有太大的动作。要是再摔几架到中国或者巴基斯坦境内，那可就什么秘密都留不住了。所以这次印度在中印边境部署无人机，可以认为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并不会真正影响到中印边境局势。那么为什么苍鹭无人机在其他国家都比较正常，唯独在印度狂摔不止呢？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印度的地面控制技术不过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地形因素。中印边境的喜马拉雅山脉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而苍鹭无人机原产于以色列，很难完全适应高海拔地区的情况。